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们星辰科技将对张氏集团发起全资收购邀约。我的声音透过麦克风，清晰地回荡在整个会议厅里，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。整个会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，充满了好奇与探究。我能感觉到一道灼热的、难以置信的目光从第一排投射过来。我缓缓地抬起头，目光越过人群，准确地落在了张国栋的脸上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那是一个初冬的周日，阳光惨淡，和我当时的心情一模一样。张家的客厅里坐满了人，除了我的岳父张国栋、岳母李慧，还有几位我叫不上名字但面熟的亲戚。气氛压抑得像一块铁板，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胸口。我沉默，作为这个家的上门女婿，正站在客厅中央，接受着一场公开的审判。沉默，我今天把话说明白了。岳父张国栋率先打破了沉默，他靠在沙发上，眼神轻蔑地扫过我，像是在看一件碍眼的旧家具。你和婉晴必须离婚。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一根冰冷的钢针，狠狠扎进我的心里。我攥紧了拳头，指甲深陷进肉里，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。爸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。什么意思？他冷笑一声，把手里的茶杯重重地磕在红木茶几上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你来我们家3年了，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啊？我在公司里兢兢业业，每天早出晚归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粗暴地打断了。兢兢业业，一个销售部的闲职，每个月拿着那点死工资，也好意思叫兢兢业业？你那是上班吗？你那是在我公司里混吃等死。他身体前倾，咄咄逼人地说道，你看看你，浑身上下哪一点配得上我们家婉晴？当初要不是婉晴死心塌地的非要嫁给你，我怎么可能让你这种人进我张家的门？刻薄的话语像潮水一样涌来，我感觉自己的脸颊火辣辣的疼，比被人当众扇了耳光还要难堪。坐在我身旁的妻子张婉晴早已泪流满面，她紧紧抓着我的手，哭着对她父亲说，爸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沉默，我们感情很好，我们不想离婚。你给我闭嘴！张国栋冲着女儿怒吼道，唾沫星子都快喷到了我的脸上。感情能当饭吃吗？王总的儿子从国外回来了，人家那才是青年才俊，那才叫门当户对。你跟了他，我们2家公司强强联合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这一刻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他早就为婉晴找好了下一个归宿，而我不过是这盘商业棋局里一颗必须被清除掉的废子。多么可笑！我和婉晴是大学同学，从大2那年牵手，走过了整整6年的青葱岁月。我们的爱情纯粹的不含一丝杂质。毕业时，我凭借优异的成绩和几个国家级奖项，手握好几家1线互联网大厂的录取书。我原本规划好了未来，想带着婉晴去大城市打拼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。可是，婉晴是家里的独生女，岳父岳母舍不得她远嫁，而岳父张国栋当时对我提出了一个堪称屈辱的要求，要想娶婉晴，就必须入赘张家，并且到他的公司上班。他说，他不想让女儿跟着我吃苦，也不想自己辛苦打下的家业将来落到外人手里。看着婉晴为难的样子，看着她哭红的双眼，我心软了。我想，为了爱情，
暂时的妥协又算得了什么？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在哪里生活，以什么样的身份生活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天真的以为，只要我努力工作，用真心去对待他们，总有一天他们会接纳我，认可我。于是我放弃了我的前程，撕掉了那些令人心动的录取书，以一个上门女婿的身份走进了张家的大门。然而现实却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入赘的这3年，我活得没有一丝尊严。在公司里，张国栋给了我一个销售部的闲职，美其名曰从基层做起，可实际上他根本不给我任何接触核心业务的机会。所有的同事都知道我是老板的女婿，表面上客客气气，背地里却议论纷纷，说我是个吃软饭的。我提交的每一个项目方案都会被他以各种理由驳回，甚至当着所有部门经理的面将我的策划案扔在地上，骂我异想天开。在家里情况更加糟糕，我成了这个家里地位最低的人，甚至不如那个按时来打扫的保姆。张国栋对我颐指气使，呼来喝去，饭桌上他永远都在挑我的毛病，不是说我吃饭吧唧嘴，就是说我做没做相。家里来了客人，他甚至懒得向别人介绍我，仿佛我只是一个透明人。岳母李慧虽然性格温和些，但她一辈子都活在丈夫的强势之下，敢怒不敢言，最多在我被训斥后偷偷地给我一杯热水，叹一口气。唯一支撑我在这压抑的环境里坚持下去的，就是婉晴的爱。每个深夜她都会抱着我，心疼地对我说：陈默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她会偷偷给我买我喜欢吃的零食，会在我加班晚归时为我留一盏灯。是她的温柔，让我觉得所有的忍耐和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我以为只要我们夫妻同心，日子总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可我没想到，我的隐忍在张国栋眼里只是软弱和没出息的代名词。他不仅没有丝毫的改观，反而变本加厉。直到今天，他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，竟然要亲手拆散我们。沉默，我也不跟你废话了。张国栋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，扔在我面前的茶几上，签了它。这卡里有20万，算是给你的补偿。以后你和我们张家和婉晴再无任何瓜葛。他的语气就像是在打发一个乞丐。20万买断我3年的青春，3年的忍辱负重，以及我和婉晴6年的感情。我看着那份冰冷的协议，又看了看身边哭得几近昏厥的妻子，一股压抑了3年的怒火终于从心底里喷涌而出。我缓缓地抬起头，第一次用一种平视的、毫无畏惧的目光直视着我的岳父。爸，我当初答应入赘，不是因为我没本事，也不是因为我贪图你张家的富贵，我只是因为我爱婉晴，我不想让她为难。这3年来，我在公司里的付出，在家里受的委屈，你可以不认可，但你不能侮辱，你更不能把婉晴的幸福当作你商业交易的筹码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掷地有声。客厅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张国栋似乎没想到我敢顶撞他，愣了一下，随即勃然大怒：反了你了！你一个上门女婿，还敢教训起我来了！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：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婚，你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。你要是还想赖在我们家，我就让保安把你扔出去。爸，你不要逼我们！婉晴冲到我们中间，张开双臂护住我，泪眼婆娑地看着他的父亲。你要是再逼沉默，我就跟他一起走。你……张国栋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扬起手，似乎想打婉晴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
下意识地将婉晴拉到了身后，看着眼前这个为了利益变得面目狰狞的男人，看着被他气得几乎昏厥的妻子，我的心彻底冷了。这个家我不能再待下去了，再待下去只会让婉晴更加痛苦，更加为难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扶住婉晴的肩膀，看着她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婉晴，相信我。然后我转过身，拿起桌上的笔，看都没看协议的内容，就在末尾签下了我的名字。沉默。我没有拿那张银行卡，我脱下身上那件婉晴给我买的名牌外套，换上了我来时穿的那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夹克。我净身出户，走到门口时，我停下脚步，没有回头，只留下了一句话：张国栋，你记住今天，5年之后我会回来。堂堂正正地把婉晴接走。说完，我拉开门，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，将身后婉晴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关在了门里。门外的阳光依旧惨淡，但我的心里却燃起了一团火。这团火将照亮我未来5年的路。离开张家的那天，我身上只有钱包里的300多块钱和一部旧手机。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，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迷茫。这个我生活了3年的城市，突然变得陌生起来。夜幕降临时，我在一个城中村里租下了一间月租300块的地下室。房间里阴暗潮湿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味道。唯一的家具是一张摇摇欲坠的木板床。与张家那栋灯火辉煌的别墅相比，这里简直就是地狱。但对我来说，这里却是我新生活的起点。当晚，我用仅剩的钱吃了一碗加了2个鸡蛋的泡面，温热的汤面下肚，我感觉自己冻僵的身体终于有了一丝暖意。我没有时间去悲伤，也没有时间去怨恨，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活下去，然后站起来。第2天，我开始疯狂地找工作，但我很快发现，现实比我想象的要残酷。因为在张国栋公司的那3年履历几乎是一片空白，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项目经验。很多公司的 HR 看到我的简历，都露出了惋惜的神情。1个星期下来，我投了上百份简历，却连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得到。身上的钱越来越少，我只能靠吃馒头和咸菜度日。有好几次，我饿得眼冒金星，甚至想过放弃。但每当这个时候，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婉晴那张梨花带雨的脸，和她撕心裂肺的哭喊。她还在等我，我不能倒下。我咬着牙继续坚持。终于在第2周的周末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我大学时的好兄弟李浩打来的。墨子，你小子跑哪去了？怎么电话也打不通？李浩的声音听起来很焦急。原来我离开张家后，张国栋为了断绝我和婉晴的联系，动用关系停掉了我原来的手机号。婉晴联系不上我，心急如焚，只能拜托我们共同的朋友帮忙寻找。接到李浩电话的那一刻，我一个30岁的男人再也忍不住，蹲在马路边上，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。这些天所受的委屈、压力和绝望，在这一刻尽情地释放了出来。李浩在电话那头听着我哭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地等着。等我哭完了，他才开口道：墨子，别怕，有哥们在。你在哪？我马上过去找你。半个小时后，李浩开着他那辆半旧的桑塔纳出现在了我租住的地下室门口。他看到我的样子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他二话不说，把我拉上车，带我去饱餐了一顿。饭桌上，我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
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。李浩听完，气得一拳砸在桌子上，大骂张国栋不是东西。骂完之后，他从包里拿出一张银行卡，塞到我手里。墨子，这里面有5万块钱，是我这几年存的全部家当，你先拿着应急，钱的事情你别担心，工作的事情咱们一起想办法。我看着手里的银行卡，感觉它有千斤重。浩子，这钱我不能要，你马上要结婚了，这肯定是你的婚款。屁话！李浩瞪着我，咱们是兄弟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要是还当我是兄弟，就把钱收下。我再也说不出拒绝的话，只能紧紧地握着他的手，把这份恩情深深地记在心里。在李浩的帮助下，我的生活暂时稳定了下来。我没有再去找工作，而是决定自己创业。在张国栋公司的那3年，虽然他处处打压我，但也让我看清了传统制造业的弊端和未来的发展方向。我大学学的是计算机科学，对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一直有深入的研究。我预感到，将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工业相结合，进行智能化改造，将是一个巨大的蓝海市场。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李浩，他听了之后非常兴奋，当即决定辞职，跟我一起干。我们还找到了另外2个大学时的死党，一个是精通算法的技术大神王磊，另一个是擅长市场营销的交际花赵宇。我们4个人在李浩租住的一间2室1厅的民房里，成立了我们的公司星辰科技。公司的启动资金就是李浩的那5万块钱。我们买了4台二手电脑，几张旧桌子，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奋斗。那段日子虽然清苦，但却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我们4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，一起写代码，一起讨论方案，一起吃泡面。我们有共同的梦想，有使不完的劲。期间，婉晴通过李浩偷偷地联系上了我。他告诉我，他父亲把他看得更紧了，几乎不让他出门。他把他这些年存下的所有积蓄，一共10万块钱，都转给了我。他在电话里哭着说：“陈默，你一定要好好的，我等你回来，钱你一定要收下，就算是为了我，你也要坚持下去。”妻子的支持，兄弟的信任，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。我把这2笔钱一笔一笔记在心里，发誓将来一定要100倍、1000倍地报答他们。创业的路远比想象的要艰难。我们开发的工业智能化改造方案虽然技术领先，但市场推广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。那些传统企业的老板思想保守，对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根本不信任。我们跑了无数家工厂，见了无数个老板，吃了无数次闭门羹。有好几次，我们甚至被保安当成骗子给赶了出来。但我们没有放弃，我们不断地优化方案，完善产品，用一次次的演示，一点点地去打动客户。终于，在公司成立半年后，我们拿到了第1笔订单。订单虽然只有区5万元，但对我们来说，却像是打了一剂强心针。这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，我们的产品是有价值的。有了第1个成功的案例，后面的路就顺畅了许多。我们的口碑在行业内慢慢地传开了，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找到我们，寻求合作。公司的业务开始步入正轨，我们从民房搬进了写字楼，团队也从最初的4个人发展到了几十人。时间过得飞快，一转眼5年就快过去了。这5年里，我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日，每天工作超过16个小时。我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，疯狂地吸收着知识，
拓展着人脉，带领着公司一路狂奔。星辰科技这个名字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已经变得声名鹊起，我们成了行业内的一匹黑马，吸引了众多投资机构的目光。经过几轮融资，公司的估值已经达到了一个我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。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有、人人欺凌的上门女婿陈默，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，成了行业的青年领袖。我换了车，买了房，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当初的誓言。这5年，我和婉晴的联系从未中断，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，通过各种方式保持着联系，互相鼓励。我知道他为了我顶住了来自他父亲的巨大压力，拒绝了无数次相亲。我知道他一直在等我，现在是时候了，是时候回去履行我的诺言了。而就在我准备联系婉晴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的时候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送到了我的面前。我的助理告诉我，最近有一家本地的老牌传统制造企业因为经营不善，资金链断裂，正在寻求外部的收购，而这家公司的名字赫然是张氏集团。我看着资料上张国栋那张憔悴而苍老的照片，嘴角不禁泛起一丝冷笑。张国栋，你大概做梦也想不到，你引以为傲的商业帝国如今会陷入如此境地吧？你也更想不到，那个有资格坐在谈判桌前决定你公司命运的人会是我。风水轮流转，5年前你把我扫地出门，5年后我要买下你的全部。我决定亲自负责这次收购案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让团队对张氏集团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。调查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。张国栋的公司这几年来固步自封，在产业升级的浪潮中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。设备老化，技术落后，管理混乱，再加上几个错误的投资决策，早已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如果再没有大笔资金注入，破产清算只是时间问题。为了挽救公司，张国栋四处奔走，寻求融资，但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的人寥寥无几。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一场由市政府牵头的重点项目招标会上。他希望通过拿下这个项目，获得政府的扶持和银行的贷款，让公司起死回生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场招标会最大的投资方和技术支持方正是我旗下的星辰科技。招标会那天，我刻意穿了一身低调的休闲装，坐在了会场最不起眼的角落里。张国栋带着他的团队坐在了第一排最显眼的位置。5年不见，他老了很多，头发白了大半，曾经意气风发的脸上写满了焦虑和疲惫。他的演讲还是老一套，充满了空洞的口号和浮夸的承诺。在如今这个技术为王的时代，这些东西早已失去了吸引力。果然，在他演讲结束后，台下的反响平平。终于到了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，由本次招标会的最大投资方代表上台致辞，并宣布最终的中标结果。主持人用激昂的声音喊道：“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本次项目的主要投资方星辰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默先生上台讲话。”在全场的注视下，我缓缓地站起身，脱掉外套，露出了里面剪裁得体的衬衫，一步一步从容地走向主席台。整个会场鸦雀无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的身上，充满了好奇与探究。我能感觉到一道灼热的、难以置信的目光从第一排投射过来。我没有去看他，我径直
走到舞台中央，接过主持人递来的麦克风，调整了一下高度，然后我才缓缓地抬起头，目光越过人群，准确地落在了张国栋的脸上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静止了，我看到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瞳孔猛地收缩，像是白日见了鬼一样。他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，变得一片惨白，震惊、错愕、屈辱、恐慌，各种复杂的情绪在他那张苍老的脸上交织，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滑稽而又可悲。他下意识地想站起来，身体却像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，重重地跌坐回椅子上。他彻底的坐不住了。我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内心没有丝毫的快感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我拿起麦克风，声音清晰地传遍了会场的每一个角落。各位领导，各位来宾，下午好，我是星辰科技的陈默。简单的开场白之后，我没有急着宣布结果，而是开始讲述星辰科技的创业故事。我讲我们如何从一个几平米的出租屋起家，如何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，如何用智能化技术为传统工业赋能。我的演讲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只有真实的数据和生动的案例。台下的人听得聚精会神，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最后，我话锋一转，目光再次投向了张国栋。我们星辰科技一直致力于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。我们相信，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唯一出路。固步自封，不思进取，最终只会被时代所淘汰。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记重锤，狠狠地敲在张国栋的心上。他的头埋得越来越低，几乎要垂到胸口。关于这次的招标结果，我们经过慎重的评估，已经有了决定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整个会场都屏住了呼吸。但是在宣布结果之前，我想先宣布另一件事。我看着台下脸色铁青的张国栋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。我们星辰科技将对张氏集团发起全资收购邀约。张总，别来无恙。5年前你让我离开，5年后我回来买下你的公司。我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会场里却清晰得如同惊雷。轰的一声，全场哗然，所有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惊了，交头接耳，议论纷纷。而张国栋在听到这句话后，身体猛地一震，再也支撑不住，一口气没上来，险些当场晕厥过去。他身边的助理手忙脚乱地扶住他，又是掐人中，又是喂水，整个场面一度陷入了混乱。招标会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。当晚我就接到了张国栋的电话，约我见面。我们见面的地点在他公司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里，还是那个熟悉的房间，只是物是人非。曾经高高在上，对我颐指气使的张国栋，如今像一个斗败的公鸡，垂头丧气地坐在我的对面。他亲自为我倒了一杯茶，姿态放得极低。沉默，不，陈总。他开口了，声音嘶哑而干涩。我承认，我当年看走了眼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就看在婉晴的面子上，高抬贵手，放我们张家一马吧。他开始打起了感情牌。我端起茶杯，轻轻吹了吹，却没有喝。张总，现在是谈生意的时间。我们星辰科技的收购是纯粹的商业行为，和个人恩怨无关。你的公司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，被我们收购是你最好的出路。我的语气冷静而克制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做。他激动地站了起来。这是我一辈子的心血，我不能就这么把它卖了。我求求你，你不要收购，
你给我们注资，算我向你借的，我给你写借条，我给你利息。他几乎是在用哀求的语气对我说话。我看着他，淡淡的说道：张总，你似乎还没搞清楚现在的状况，现在是我掌握着主动权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我的话像一盆冷水，将他最后的希望也浇灭了。他颓然地坐回椅子上，整个人像是瞬间被抽干了精气神。良久，他抬起头，用一种几乎是恳求的眼神看着我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放下茶杯，身体前倾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我的条件很简单：第一，接受我们的全资收购，我会给你一个体面的价格，让你安度晚年。第二，为你当年的所作所为，向我还有婉晴郑重的道歉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从今以后，你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干涉我和婉晴的生活。答应这3条，我们就可以签合同，否则我会让我的法务团队用最合法也是最残酷的方式，让你的公司破产清算。我的每一个字都像是钉子，牢牢地钉进了他的心里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，有不甘，有悔恨，但更多的是无力。他知道他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资本了。这个曾经把他踩在脚下的年轻人，如今已经成长为他无法企及的存在。他彻底的输了。最终，张国栋接受了我所有的条件，收购案进行得非常顺利。星辰科技正式控股张氏集团，并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组。我并没有将张国栋赶尽杀绝，而是按照承诺，给了他一个不错的价格，并且保留了他一部分的股权，让他每年能拿到一笔可观的分红。这并不是因为我心软，而是看在婉晴的面子上，我不想让他以后为难。收购签约仪式那天，我邀请了各大媒体，在闪光灯下，我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那一刻，我感慨万千，5年前的誓言终于在此刻得以实现。签约仪式结束后，在记者提问环节，我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，我把一直默默站在我身后的婉晴拉到了舞台的中央。我当着所有媒体的面，紧紧地握住她的手，深情地看着她。各位，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妻子张婉晴。我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，都离不开她。在我人生最黑暗、最落魄的时候，是她给了我光明和希望，是她毫无保留地相信我、支持我，她是我所有奋斗的意义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婉晴看着我，早已是热泪盈眶，她扑进我的怀里，哭得像个孩子。我知道，这5年，她也承受了太多太多。从今天起，我再也不会让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签约仪式结束后，我们举办了一场家宴，地点就在张家那栋熟悉的别墅里。饭桌上，气氛有些微妙，张国栋和岳母李慧都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酒过3巡，张国栋突然站起身，端起酒杯，走到了我的面前。他满脸愧色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沉默。以前是爸不对，是爸势利眼，是爸有眼无珠。爸今天在这里郑重地向你道歉。说完，他将杯中的白酒一饮而尽，然后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。我没有想到他会如此郑重地道歉。我沉默了片刻，扶起了他。说实话，要说心里完全没有芥蒂，那是假的。这5年我所吃的苦，所受的罪，不是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就能抹平的。但看着他两鬓斑白的样子，看着身边婉晴期盼的眼神，
我心中的那块坚冰也开始慢慢融化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我拿起酒杯，也一饮而尽。爸，都过去了。一句爸，让张国栋瞬间老泪纵横。岳母在一旁也偷偷地抹着眼泪。婉晴看着我们，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我知道，我们这个家虽然经历过巨大的裂痕，但从这一刻起，正在慢慢地走向真正的和解。当然，我和婉晴并没有再住回张家。我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买了一套大平层，那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家。我们亲自设计，亲自装修，把家里布置得温馨而舒适。搬家的那天，阳光明媚，我和婉晴站在宽敞明亮的阳台上，俯瞰着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。婉晴从身后轻轻地抱住我，把头靠在我的背上，沉默，感觉像做梦一样。她轻声说道。我转过身，将她拥入怀中，闻着她发间的清香。这不是梦，这是我们共同努力换来的新生活。我们相视而笑，眼里是化不开的浓情蜜意。后来，在我的主导下，重组后的新集团凭借星辰科技的核心技术，很快就焕发了新生，重新成为了行业的领头羊。而张国栋也彻底放下了董事长的担子，和岳母一起过上了含饴弄孙的退休生活。他会经常带着亲手做的饭菜来看望我们，虽然话不多，但眼神里充满了慈爱和欣慰。我和他的关系没有变得多么亲密无间，但却多了一份家人之间应有的尊重和温情。周末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回到张家老宅，陪老两口吃顿饭，聊聊家常。阳光透过窗户洒在饭桌上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其乐融融。我常常会想，如果5年前我没有选择离开，而是继续忍气吞声地待在张家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或许我会被无休止的打压和屈辱磨平所有的棱角和志气，变成一个连自己都看不起的真正的软饭男。或许我和婉晴的感情也会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走向破裂。我很庆幸，我用5年的时间不仅赢回了事业和尊严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守护住了我最珍贵的爱情和一个完整的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